大家好啊，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呐。今天来说两个大事情啊，首先来说说这个孟晚舟的事情。哎呀，我的天呀，最近怎么很多事情感觉都是顺着中共的意思来的呢？中共这是节节胜利呀，又是搞 RCEP， 又是把孟晚舟放了，这几天呢又是压制澳大利亚，这到底是搞啥呢？面具人，我有时候感觉呀，这妥妥的都是大国之间的阴谋呀。面具人告诉你们啊，大家先看好一个时间线啊，孟晚舟被放的这个事情和华春莹有关，标题你们也看了啊，我说了川普被绑架了，所以呢才有可能出了孟晚舟被放的这一遭子事儿。我们先来看看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等一下，还是来说说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吧。人命关天呀，观众朋友们，你们或者是你们的亲戚朋友谁在美国的，那你接下来就应该仔仔细细的听完我接下来讲的内容，听完了以后你们自己做决定。毕竟最近这几天吵得沸沸扬扬的，要求美国戒严，要求美国军管，对吧？这阵妖风呢真的是太强劲了，这个妖风止不住呀，停不下来是吧？美国著名的律师林伍德在周二12月1日发推文说，美国正在走向内战，这场战争是由第三方坏人制造的，他的目的在于夺走美国人民的自由，而共产中国则是主要的策动者。面具人，我就觉得吧，这个打名牌的反贼当内奸是最可怕的啊。林伍德他还敦促川普总统宣布戒严令，以举行新的选举。WTPC 在周二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幅整版广告，呼吁川普总统，如果立法者、法院和国会不遵守宪法，就宣布有限的戒严令，以举行新的大选和保护人民的选举权。看到这儿啊，面具人，我想说，你们自己仔细的去搜一搜，网上现在盛传的各种美国要内战了，美国的法院是假的，美国的警察是假的啊，美国的州长是假的，美国的军队是假的，这种言论，究竟是谁说的比较多？咱们华人对吧？那咱们华人当中有中共背景的啊，或者是深受党文化洗脑的人不在少数吧？那他说这个美国的大选是由第三方人制造的，那就是中共嘛，对吧？中共现在就是打着名牌的反贼当内奸，我现在自黑，我就是制造你美国的动乱，但是呢，就像习近平还有共产党说的，打着左灯向右转啊，我是左派，但是呢，我告诉你，我反右，我迫害右派，所以呢，你们认为右派是好的啊，结果呢，你们中了我的圈套，你们认为右派是好的，实际上我当年消灭的是左派，同样的，在美国也玩的是这个套路啊，我是要颠覆美国的选举啊，但是我没告诉你我要颠覆美国的哪一个党派的选举，我是要帮哪一个党派去颠覆美国的选举，对不对啊？我现在就跟打着左灯向右转一样啊，我告诉你啊，共和党被迫害了啊，我共产党也在和民主党迫害共和党，实际上呢，你们并不知道我共产党到底是和谁在合伙，在制造美国的内战，制造美国的这个动乱，甚至呢要解体美国，知道不？有时候面具人我就想啊，这个川普还有川粉是怎么了啊？美国200多年来44个总统，还不算参选人啊，这再算上参选人呢，可能几千上万个人都有啊，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啊，怎么前面的43个总统都能和平交接，怎么到了川普这儿就不行了呢？怎么回事呢？啊，再算上参选人、竞选人，几百个、几千个有可能当总统的人，怎么人家都能和平的承认选举结果，怎么到川普这儿就不行了呢？大家4年都等不了啊，4年轮一圈，风水轮流转嘛，皇帝轮流当嘛，为啥不行嘛？不都是这样吗？选输了，4年以后再来嘛，怎么到川普这儿选输了就可以不认账了？那如果以前历史上那么多的参选人啊，每个人选输了
就要拿兵起义的话，那这美国早就完蛋了几百回了，对吧？那还选什么嘛？啊，直接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观众朋友们，你们拿脑子想想嘛。民主党想要政变的话，民主党他是在野党呀，他没权利啊，他怎么就能政变了？总统是三军统帅呀，总统是美国的最高权力者呀。这在野党还能控制美国所有的政府、军队、法院、选票、州长了？按理来说，这些机构应该是由总统来做总指挥的，对吧？那现在谁是总统呀？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你们拿脑子想过没有？那退一步来讲，民主党就像这些大外宣说的，就如此厉害了哦，没有权力的在野党都能把美国的法院、州长、选票控制了。那民主党4年前有权力的时候怎么办呢？啊，那时候民主党是当权派呀，民主党的权力比现在强10倍100倍。那时候的民主党要捏死川普，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怎么还能让川普这一介平民当选美国总统呢？对不对？明显不符合逻辑嘛，是不是？如果说民主党真的是想迫害川普，真的是想迫害消灭掉川普的话啊，那他早在4年前就应该动手了，而且更轻松更容易，是不是啊？为什么还让川普现在才说民主党是美国的地下皇帝呢？对不对？那么为了解释这个事情啊，老黑啊，就是那个公民老黑，还专门出了一集节目解释这个现象啊。他的意思就是民主党是想要川普加入自己的阵营，于是呢，民主党自己放弃了权力，让川普做总统宝座，做代理总统。谁知道呢？这4年过去了，川普这个人刚正不阿，不为1斗米折腰，是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神选之人。所以呢，川普总统啊，天命所受，决心铲除民主党，给美国人民真正的自由。然后呢，川普上台了以后呢，得到了权力以后呢，就开始反腐了，要打掉美国的大老虎，排干美国的沼泽。必要的时候可以宣布戒严，在美国实施军管，甚至是要修改宪法、修改选举法、修改投票法，甚至是要重组国会、重组最高法院。哎呀，面具人我就觉得被前朝民主党扶上来的，又是反腐，又是打老虎，又是要修改法律呢，这你他妈的是在给面具人讲中国政治呢，还是在讲美国政治呢，还是他妈的在讲梁家河政治呢？这怎么和习近平的玩法是一模一样的？哦，习近平也是被胡锦涛前朝选择把权力交给习近平呀，对不对？然后呢，习近平得到权力了以后，刚正不阿，开始清洗党内了，排干沼泽了，打老虎、打贪官、反腐嘛，啊，修改宪法嘛。然后呢，又要消灭前朝了，江派、团派，就像川普要消灭前朝民主党，是不是？那按照川粉的神选之人的逻辑，我是不是能这样理解？习近平也是神选之人呀，习近平做的事儿也是先集权，消灭党内的一切反对派啊，反腐打老虎，然后呢，把沼泽排干了以后，再考虑民主的问题吗？这不是和几年前大法媒体一直吹捧的套路是一样的吗？面具人我都想说，这些民主大师还要点脸不？啊，是被中国的政治洗脑有多深呀？要把中国的这套模式搬到美国去，然后呢，不仅如此，选票这个玩意儿呢，你说你要重新选票，你尊重了那些投票的人吗？至少有1半的人会反对你，我告诉你，因为那些人的票都白投了吗？对不对？哦，你有投票权，人家也有投票权呀。啊，你选输了，你就可以重新来，那别人选输了，别人是不是也可以重新来？啊，然后就是因为你选输了啊，你要军管，你要拿坦克车、机关枪把这些人关到家里面，不让他出来，是不是？你要戒严啊，选赢了就是你赢了，选输了就要重新选，只要输了就重新选，选到你赢为止，是不是？那还要个屁选举呀，对不对？而且呢，你要求这个军管戒严，你问过美国人民吗？天天的就是你代表美国人民要求军管，你代表这个，你代表那个，你他妈的连个英语都不会说，你就代表美国人民啦，要求军管啦啊！那些华人，在美国的华人，昨天呢，面具人我也看那个华夏之声的清音说了一些话啊，
啊，他是法轮功啊。当然了，个人信啥，面具人我是无权干涉的。虽然我反对法轮功，但是呢，哪儿都有好人，哪儿都有坏人啊。我反法轮功是反这些里面的变态，你知道吗？反这些极端的人士啊。里面的好人我当然不反他呀，啊，你做好人好事儿啊，我当然不反你。而且呢，他说那个啥出来的时候不要去打那个啥，我是持有不同意见的。可是他说了一句话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美国一旦军管了，把老百姓镇压了，拿军队来戒严老百姓了，那美国的苦日子就要开始了，美国所有的华人都要开始倒霉了。这句话没有问题。而且呢，你们看图，这张图这个女的是怎么说的啊？大选后面的路径怎么走？一、戒严军管，强力压回宪法法律框架内；二、给出大选结果。看好了啊，他说的是给出大选结果，就是说直接拿军队戒严了以后，把老百姓压住了以后，直接就是宣布我是总统。如果算战争形态，则无需纠结连任。三、抓捕叛国分子、作弊分子、主谋、帮凶、幕前幕后一锅烩，看要全部消灭掉，只要是反对他的，全部都消灭掉。第四，川普连任4年，抬竿沼泽，内政外交拨乱反正。五、下届蓬佩奥参选，任期8年，继续川普或他们共同的政治理念。下一届领导人都是要川普指定接班人了，都不是民选了，并且呢，任期一次性指定8年啊！你这是想干啥呢？你这究竟是讲民主呢，还是要把美国变成中共呢？啊，民主大师现在开始讲中共的中国模式了，是不是？这难道不是中共的玩法吗？啊，指定接班人啊，一党独大，党来宣布谁当接班人，党来宣布谁是反对派啊。这些人把中共的政治模式带到美国，甚至要把中共的这套6·4大屠杀的方式带到美国。什么叫做军管？什么叫做战争形态？什么叫做戒严？你要军管谁？你要军管老百姓，还是军管没有投你川普票的人？你要戒严谁？你要戒严反对你的人吗？啊，观众朋友们，你们现在看清楚了没有？这帮民主大师到底是想干嘛？他是想要民主，还是想统战、想渗透呢？还是说想颠覆美国的民主呢？这些民主大师，你说你要代表美国抓捕叛国分子要审判叛国分子，那这些人反对你就是叛国分子，反对你就是这个境外敌对势力，是吧？你要审判他，你代表谁来审判？你有没有审判权利啊？谁来做这个审判？川普来独自审判？那不就是独裁集权了啊？共和党来独自审判，那不也是独裁集权吗？就算是共和党党内有不服你审判的，那直接就给他开除党籍，按照叛党罪算，是不是？那你这和共产党有啥区别呢？现在美国呀，真的是文革了呀！你现在不支持川普，你都不行，你连闭嘴不表态的权利都没有，你必须要表态，否则呢，你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否则呢，你就是中共的同路人。这个中国模式呀，扣黑锅呀，文革呀，批斗呀，霸道的这个耍无赖不要脸在民主国家这几年玩的溜得很，玩的通顺得很。你看，在香港、在台湾、在美国，所有的华人，甚至有部分的洋人都已经陷入到这种极端的情绪化的状态了只要你不赞同我，你就是共产党的人只要你不舔我，你就是共产党的人。下一次再进化成什么样子，只要你不给我跪下来，你就是共产党的人这叫民主吗？观众朋友们仔细想好了，这叫民主吗？你现在在美国或者是在台湾、在香港，你不支持川普都不行要把你拉出来批斗游街给你扣黑锅，你是间谍，你是汉奸走狗卖国贼，战狼五毛小粉红，是不是尤其是这帮华人就是那些口口声声的说自己是内心白人的华人这群人是最危险的。这还没戒严呢，你看这帮华人就恨不得把所有反对他们的人杀光斩尽，恨不得把民主党全家诛九族。这还没戒严呢，这要是真的戒严了，出动军队来镇压老百姓了，不支持川普的都杀掉，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美国的这些极端华人除了那些穿卫兵穿走狗的华人可能没事儿，
你们这些普通的华人老百姓，你们的苦日子真的就要到了。你不支持川普，你试试，立刻就把你按照叛国叛党罪就地处决了。你们不相信这些华人走狗敢做这种事儿吗？你们去看看推特上Google 上这些华人走狗的言论，只要他们有权利可以把你就地正法，而且不犯法，他们就毫不犹豫的会用这种权利专杀华人。你们看过大逃杀没有？你们别说美国老百姓有枪，你有枪咋了嘛？你和军队比比试试，坦克车、机关枪、大炮、飞机开过来了以后，你有枪等于没枪，懂了没？你们就好好煽动吧，继续煽动美国内战，继续煽动老百姓拿武器上街互相斗真的，美国戒严了，文革了，军队来了军管了你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其实面具人我觉得也没事嘛，老朋友又回来了嘛。很多人没机会赶上上一次文革，没机会过一把瘾，这次在美国再给你来一次更高端的文革，让你一次爽个够。对了，说到英语这个江峰牛逼了开英文频道了可是江峰的这个英语说的有点像俄语的腔调的感觉想听比较牛逼的纯正的口语由中国人讲出来的比较纯正的英式美式发音你们可以去看 ABC 推墙的频道那么针对江峰的这次拿英文讲的东西面具人我也看了，更加的极端和狂躁，甚至是公开呼吁要美国搞军管，消灭一切不支持川普的人，该抓的抓，该判的判。他江峰就差说出来该杀的杀了。结合川普前几天转发了大纪元的新闻的推特那面具人我感觉这中间有大事儿了，可不是小事儿这确确实实证明了川普和法轮功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了。法轮功严格意义上来说呢，算是流亡人士居多，境外人士居多，并且呢，纽约时报多次质疑法轮功每年几个亿、几十个亿的资金来源的问题。然后呢，川普他还转推了法轮功，亲自转推这事儿不是假的你们看图嘛。那面具人我个人的观点我看阿猫那个频道也讲了，我们的观点差不多，川普可能是偶然的机会说错话了，或者是一起做过什么事儿被轮子抓住把柄了。毕竟你说这法轮功至少算半个境外势力吧，而且呢，法轮功在美国造谣煽动破坏的证据太多了，随便一搜一大把法轮功如果死了被清算了，被起诉了，被坐牢了，那川普也别想好过。法轮功肯定会给你川普说，你要保住我，否则呢，我死了你也别想好过，要死大家一起死。所以呢，川普他现在赢也得赢，不赢也得赢。本来川普可能矛盾没有激化的时候，他下台了以后，请求一个安享晚年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也不小。毕竟嘛，矛盾没有激化到如此的程度。然后呢，两党一协商一和解，把轮子这种境外山巅势力抓起来就行了嘛。你破坏美国的社会制度，破坏美国的法律嘛，那就状告你嘛，起诉你嘛。可是呢，川普把这个矛盾已经激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了，甚至是要兵戎相见，要动刀动枪，短兵相接，你死我活了，那这个矛盾就没有办法调解了那为什么会逼到这条路上呢？面具人我个人觉得以川普的个性这个人不喜欢斗争，他不喜欢跟别人硬碰硬。你看嘛，川普在任以来面对任何的挑战，他都没有选择正面的去给人家开战对刚所以呢，我觉得吧，他可能是被人推着走呢有些事情不得而已，必须得做川普可能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可以说是震古烁今的全球最牛逼的大把柄被抓在轮子手里了如果说川普敢卖轮子，轮子可以让川普全家万劫不复的这种大把柄落到了人家手里。所以呢，川普现在无论如何他也下不来台了。而且呢，一个总统转发境外政治团体攻击本国的政治，让境外势力干涉本国政治的这种行为这已经是众目睽睽了。你联合境外势力干涉本国内政，这已经是非常大的罪了。
这个不管是川普本人的意愿，还是他被胁迫的转发这个大纪元的玩意儿啊，这个事儿呢也是一次既定事实了，也是可以作为呈堂证供了。这就是勾结境外势力了，知道吧？他转发的这个推文的内容啊，是非常具有攻击性和煽颠性的啊，说什么要戒严啊，要消灭民主党，要把人抓起来，这不是破坏社会，这是啥？这完全犯法了，你知道吗？啊，他转发这个东西，不管他是本人的意愿，还是说被逼迫的，川普这一次啊，是真的被点天灯了，挂在全世界的眼前啊，罪证确凿了啊，全球人都看到了。川普这次啊，是想下台也下不来台了，真的是惨了啊！他现在只有和民主党刚到底，你死我活的一条路了啊，或者是川普想一个什么样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啊？毕竟自家的事儿，美国自己的内政自己解决，不要被境外势力煽颠、内战分裂。那这是人类历史上，尤其是民主国家历史上的一个大耻辱，知道吗？民主的政体被一个独裁政权，最强的民主国家啊，被一个独裁政权派什么特务间谍渗透进去了，然后把你煽动、颠覆、分裂了，你觉得丢人吗？那是不是证明民主是脆弱的，民主斗不过独裁啊？这个是非常可耻的啊！面具人，我也不希望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而且大家仔细观察啊，轮子和川普现在玩的就是中共这套最恶心的耍无赖辩证法，哎，咋说都是他有理的这种模式。哎呀，咋说都是他有理的模式。那面具人，我给你们说啊，西方人的脑子大部分是比较耿直的，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弯弯曲曲的，他们想不到这种拐着弯不讲理的玩法的。哦，选输了就是对手作弊啊，你不支持我，你就是共产党的间谍，然后把你抹黑、斗臭、污名化、游街。那这种弯弯曲曲，西方人是很少能想出来的，西方人最多也就是你不支持我，我就揍你。那川普的团队是如何能想到能玩出来这种辩证法，这种文宣套路呢？这是谁教的呢？我相信你们有答案，对吧？好了，来讲孟晚舟啊。3天前啊，环球网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在12月1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有记者提问，2年前孟晚舟女士在温哥华被加拿大警方任意扣押，中加关系因此遭遇严重困难，请问中方如何看待孟晚舟事件的前景？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孟晚舟的事件是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美国政府炮制了这一事件，不知是出于什么法律原因，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阻碍中国的科技发展。加拿大政府扮演了美方的帮凶，负责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孟晚舟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的法律，却被无理的拘押至今，我们对此表示愤慨，也再次予以强烈的谴责。华春莹进一步表示，中国政府维护本国公民正当合法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将会为此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我们将督促加拿大立即纠正错误，释放孟晚舟平安回到祖国。那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好这个时间点啊！华春莹说这个话，要督促加拿大、督促美国放孟晚舟的这个话的时间点是12月1号。华春莹的口气非常的强硬啊，他强烈要求释放孟晚舟，对吧？然后呢？然后你看啊，仅仅是过了3天时间啊，那基本上是如华春莹所愿了，满足你。今天爆出来大新闻了。根据《华尔街日报》3日的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正在与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讨论一项协议。这个协议的内容就是允许孟晚舟从加拿大返回中国，但是交换条件是，孟晚舟必须承认在一起刑事案件中的错误行为。这起案件是自从2018年起，北京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紧张，2名加拿大人在孟晚舟2018年被捕后不久，也被中国政府逮捕的起因。消息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这个协议呢，还可以为目前2名被关押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奠定一些政府讨论的基础。
这句话有点人质交换的味道了。但是这句话里面啊有深坑呢，这个坑我等一下给你们解密嘛，咱们一句一句的往下听。孟晚舟面临与华为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有关的电汇和银行欺诈指控。美国指控孟晚舟在2013年向汇丰银行做简报的时候，撒谎掩盖了华为和伊朗之间的商业关系。汇丰银行随后准许了数亿美元的交易，从而导致孟晚舟触犯了法律。孟晚舟的律师最近几周与美国司法部的官员展开了对话，针对达成延迟起诉协议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消息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说，根据这项协议啊，孟晚舟将被要求承认对他的一些指控。如果他愿意合作承认这些指控的话，检察官可能会推迟并放弃对他的指控。那这个话就有点矛盾了啊。那意思就是说，孟晚舟认罪了以后就放弃对他的罪责的指控了吗？那就是认罪了以后就不犯法了，就放人了吗？对吧？这矛盾不矛盾？这个报道还提到，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不仅可以让他回到中国，还可以消除一个导致中国与加拿大关系急剧恶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让中国与华盛顿的关系更加恶化。一些人说，到目前为止，孟晚舟拒绝接受类似的交易，他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并且呢，孟晚舟拒绝通过华为发言人发表评论。司法部发言人也拒绝发表评论，加拿大的官员也没有立即回复这个事情。那面具人在这里想给大家说一下啊，我要是孟晚舟，我也不愿意回国。回去干啥？回去吃毒奶粉，还是说回去被控制住？任正非现在都被边控了，也出不了国了，被控制的死死的。这孟晚舟好不容易能出国，有外国的绿卡，老公孩子都在加拿大，好不容易送出去的啊，没有毒奶粉，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多好的！你说他孟晚舟为啥要回国？他既然爱国，他既然觉得中国好，他为什么要使出吃奶的劲儿，把自己的老公孩子全部送到国外呢？啊，她直接就让她老公和孩子在国内生活就好了嘛？为什么千方百计的送到国外呢？证明她不想在中国待嘛。而且呢，孟晚舟现在在干啥呀？哎，牛排吃着，红酒喝着，该干啥干啥。无非就是脚上带个警报器嘛，啊，孟晚舟还把这个警报器带出了时尚的感觉了。那面具人，我之前的节目多次都说过，孟晚舟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回国的。你们看孟晚舟这次说的话，说的多么的巧妙。孟晚舟拒绝接受这个交易，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这句话说的很巧妙呀，他一方面说自己没有错，一方面呢，因为我爱国，我为国争光啊，我不能给祖国抹黑。一方面呢，又拿这种说法刚好拒绝了这个协议，签了以后他会被搞回中国。所以呢，孟晚舟拒绝通过华为的发言人发表这个评论，因为他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得满城风雨。那其中的2名消息人士表示啊，孟晚舟的律师和司法部的官员正在努力确认是否有双方可以同意的条款。说白了，现在孟晚舟啊都比较回避这个事情，反而呢，这个美国想要快速的促成把孟晚舟送回中国。那面具人，我有时候就感觉了啊，这孟晚舟到底是中国的人质呢，是美国的人质呢，还是说，到底是加拿大要抓孟晚舟呢？啊，看起来这孟晚舟现在是不想回中国呀，啊，他在回避这个事情呀。反而呢，现在是美国想把孟晚舟再送回中国啊？难道是为了让好朋友习近平再跟他做一个什么交易吗？对不对？而且你说这中间矛盾不矛盾？你认罪了，你就可以放走了哈？其中呢有一个内幕人士说，孟晚舟他拒绝了这份草案，还拒绝了最新的草案，任何草案他都不愿意签。因为他不同意美国对他的指控。当然了，这是冠冕堂皇的话。孟晚舟现在是任何协议，任何能让他回国的这些东西他都不签的，他都不谈的只要你跟他说回国免谈，他不回去，知道不？但是呢，这个表面的话要说很漂亮我要为国争光呀，我不能给祖国抹黑呀，我没有犯罪呀，对吧？我不能代表祖国犯罪呀所以呢，
孟晚舟说：“你美国把我污名化了，我要在加拿大证明我的清白，我不能到中国证明我的清白。”那孟晚舟的案子呢，还引发了一场重大的外交对峙。在这期间呢，就是孟晚舟被捕的期间，2名加拿大人被中国人逮捕，被中国政府逮捕，并且呢被指控犯了间谍罪。这个里面就有前外交官嘛，康明凯、斯帕夫那些人嘛。孟晚舟曾经辩解称他被美国诬陷错误指控，并且强调是美国出于政治动机才对他提出引渡要求。孟晚舟说，美国这个举动是为了在中国科技与贸易争端中压制中国，取得优势。你看孟晚舟多会说话的，说的话多么的漂亮的，打着爱国的旗号，却不想回国，知道吗？而且呢，这里面面具人还有一个搞不明白的事情，就是这个川普和司法部到底想搞什么套路啊？咱们看认罪了就放你走了，听懂了没？没听懂我再说一遍就是认罪就放人呐。哎呀，是不是矛盾？按照常理来说认罪了，那为什么还要放人啊？认罪了就不用放了呀，对吧？认罪了还放什么人呢？直接坐牢就行了吗？那你这认罪了，然后呢你把他放了，然后呢孟晚舟放回中国了以后，你这个认罪有啥用他不可能再来你美国坐牢了，也不可能再来加拿大坐牢了。你还认为孟晚舟认了罪了以后，你把他放回中国了以后，孟晚舟会老老实实的回来坐牢吗？就算孟晚舟愿意来美国，想来美国坐牢，觉得去美国坐牢都比在中国活得好，那你觉得中国会让孟晚舟他再次出国吗？对不对？孟晚舟手里面的料太多了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混过社会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面具人我接下来要说啥了那就是美国司法部可能给你玩黑的，这也是很多川粉认可的套路真是什么人想什么样的阴谋这是川普在憋大招呢。那面具人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黑套路比如在中国或者是美国很多地方很多地方的警察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哪块出现抢劫案了，刚好呢旁边有一个路人甲刚好路过，真正的罪犯抓了半天抓不到了以后呢，这个路过的路人甲就成了怀疑的对象了。然后呢，警察就把这个路人甲抓到局子里面问话了。警察问：“你是不是抢劫了？”那路人甲没有做这个事情，路人甲肯定否认当然了，咱们不排除孟晚舟他不是无辜的嘛，孟晚舟是刻意的，但是我举这个例子是举路人甲的例子，和孟晚舟有没有罪没关系那路人甲因为他没有去抢劫，他否认了以后呢，然后警察就会告诉你，你要是不认罪的话，接下来就要把你屈打成招了，那这样你会受很多皮肉之苦的。但是呢，你现在认罪，你也只是一个嫌疑人之一，你配合好调查，我们警方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不会让你受冤的。你签完了这个协议，你就能回家了，你等候通知就行了，就没事了。然后呢，这个人因为在警察局被威逼利诱、文攻武吓了，长时间精神受损了以后，自然受不了了，然后就开始害怕了，然后呢就洗脑了，然后呢就同意签署这个协议书了。观众朋友们，这个玩意儿一旦你签下来了，那你就惨了，等于你招供了吗？你承认你犯罪了吗？警察之前和你承诺的东西就作废了，不算数了，你自己都承认你犯罪了，对不对？到时候警察也会说，你自己都认罪了证据确凿了，你自己亲笔签字呀口供啥都在，东西都签了，你还敢矢口否认？你还想怎样？你完蛋了，坐牢吧，懂了吧，观众朋友们？但是孟晚舟这个事件就算他孟晚舟犯法了，是不是孟晚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关注度非常的大，所以呢，你美国你想搞这种黑箱操作那人家全世界的媒体可以随便采访呀。孟晚舟他确实犯法了，但是呢，人家现在不认嘛，是不是那美国、西方、加拿大都有新闻自由、司法自由呀，对不对？你这样先骗他，然后签了一个黑协议然后再把他关起来，你这样搞就不太合适，很容易穿帮，并且呢，美国的司法部如果玩这种黑套路，出尔反尔，甚至给人下套
颠三倒四，这等于颠覆了美国的法治了，等于颠覆了西方的法治了。那到这个时候啊，你才可以说美国的法治是假的，美国的司法程序是假的，美国的法院是假的，美国的警察是假的。你这么说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啊，你给人下套啊，给一个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人下套啊，然后骗他签这个协议啊，那你这个法院、法官、警察是知法犯法呀。西方的法律规定了啊，违反程序规则的啊，不正当的这种执法行为本身就是无效的，懂了没？那你美国的司法部带头骗人，这等于摧毁了美国的司法信誉了，懂了吗？那一个法治国家带头骗人下套玩黑套路，那你觉得这个国家还有信誉度吗？那么问题又回到原点了，认罪就放人啊！你签了这个认罪协议以后，你就不用坐牢了，听懂没？你这不是搞笑吗？并且呀，中共在这件事情上啊扮演的角色啊很重要。首先呢，他玩的还是意识形态入侵，因为呢，中共他是想通过这种互相抓人来诱导加拿大、美国参与这种人质游戏，并且呢，通过这种激进的方式，让这些民主国家陷入到民粹恐慌情绪当中，因为老百姓觉得啊，你敢抓我们国家的人，弄你干你是吧？老百姓一激动，老百姓的判断能力就下降，老百姓的判断能力一下降了以后，情绪化了以后，就容易被带节奏。如果政府带头玩这种人质交换的把戏，这也算是一种交易嘛，对不对啊？那等于说咱们还是有得谈的嘛，我拿人跟你玩人嘛，对不对？等于是你愿意和中共做交易，你不管是材料上的交易、科技上的交易，还是说这种人质交易、人命交易，懂了没？都是交易。那既然这种没底线的人命交易都做了，还有什么不能交易的呢？你们想过没有？面具人，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中共它强就强在意识形态渗透，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中国的同化能力很强？那就是因为中国的这种政权呀，你玩硬的，中国真的是不行，很弱啊，正面对撞、硬碰硬是不行的。但是呢，你只要给他充足的时间，他就能慢慢的搅屎，把你恶心死，慢慢的渗透你，你知道吗？中国是一个5000年的积累下来的有机生物啊，它的这个阴谋诡计啊一直在成长啊，没有衰老，并且呢越来越强。你必须一次性的极限的摧毁它，否则呢它就是百足虫，死而不僵，死灰复燃。哎呀，你们知道吗？你玩这种恶心的阴谋套路啊，不讲理不要脸啊，耍阴招耍黑招啊，你还真的是玩不过中共。大家听起来这种认罪了就可以放人了，认罪了就不犯法了，这么搞笑的矛盾的说法，你们觉得这个新闻是不是造谣的假新闻呢？可能会有人怀疑是谁啊？哪个律师还是哪个司法人员从事了这么多年的法律的人啊，能说这种弱智的话啊？这绝对是假新闻。面具人，我告诉你们，这还真不是。联邦司法部长戴维·拉梅蒂称，周四对 CBC 新闻网的《权力与政治》表示啊，一个节目叫做《权力与政治》的这个节目，他在节目上就说了，他知道该报告，但是呢无法发表评论。就是老司机他很难发表评论，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太矛盾了。但是呢，这个联邦司法部的人他已经证实了这么一个荒唐的操作，这个事儿是真的。然后呢，事情就是面具人我说的，加拿大是否会陷入到觉得这种人命交易是有的谈，大家可以交易一下啊，加拿大是否会陷入到中共的意识形态陷阱中？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还真的是有这种倾向。加拿大前驻华大使盖伊·圣雅克表示，中加之间的对峙似乎越来越接近达成一项决议。假设孟女士可以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那我们仍然必须要找到一种方法，将2名被中共拘押的，就是康明凯和斯帕福成功的接回来。因为我们相信中国可能希望从中获取一些东西作为交换。圣雅克确信渥太华一直在向华盛顿施压，以帮助加拿大摆脱他所谓的人质噩梦。看好了啊，加拿大
也对这个中共的意识形态啊，给你布的陷阱，让你玩人质交易的这个游戏啊，开始动摇了啊，开始想去勾兑了，知道吗？这就是中共恶心的地方，也是中共厉害的地方。那这个环节的核心关键字就是认罪就放人，这么一个荒唐的玩意儿，知道不？啊，当然了，美国现在推出这种玩意儿，说白了，哎呀，这个事情没法实现嘛。你说他认罪了，你把他放回中国了，你这就等于说白了就是无条件放人嘛，对吧？他孟晚舟以后也不可能来你美国了，也不可能来你加拿大了，对不对？你这等于是给中共送大礼嘛？那你这中间到底是想干嘛啊？对不对？然后再讲最后一件事啊，就是前几天面具人报道过的蛋壳公寓的这个事情啊。哎呀，这个事情又是发展到了闹出人命的地步了，出人命了。一个学生呀，因为没钱办的蛋壳的贷款，住了这个蛋壳公寓。最后呢，大家也知道蛋壳公寓爆雷了，房东拿不到租金啊。但是这个房东呢也比较恶劣，他也不和这个年轻的孩子嘛，一个学生嘛，他能有多少钱嘛？啊，你就帮人家一下又能咋嘛？要面具人，我是这个房东，我都跟这个学生协商呢啊，我说，哎呀，你没钱，咱就商量一个解决方案，比如呢，哎，少收点，或者是你没钱，你实在没钱，我现在也不急着问你要，你晚点交也行，对吧？都行嘛，是不是？毕竟这个事情双方都是受害者啊。蛋壳公寓这个事件当中，你是参与者，我作为房东，我也是参与者，责任不能你一个人来背，我也至少要负一大部分责任，对不对啊？因为我把房子交给蛋壳公寓往外租的，因为我的行为，所以你才看到了我的这个房租租了出来，所以呢，咱们俩都有责任。那我面具人要是房东的话，我不可能说是单方面的去压榨剥削这个租客啊。但是这个房东可不是面具人啊，这个房东就是一步不让的，他就是要逼这个人搬走。最后呢，当事人想不开，就从18楼自我归西了。哎，这又是百姓互害的典型案例啊！而且面具人，我发现啊，现在抖音上面那种挑拨家庭矛盾的情感专家越来越多了，还是带这种节奏嘛，百姓互害嘛。哎，说回正题啊，在蛋壳公寓这件事上面啊，其实面具人我个人的建议啊，这个事情上，房东和租客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的，而不是大家按照阶级本能性的强的欺负弱的，公司欺负房东，房东欺负食物链最底端的租客。党要的就是这种牲口化、畜生模式，本能的弱肉强食，知道吗？你们强的欺负弱的，弱的欺负更弱的啊！大家互相害、互相的压制、互相的管制，这样呢，反而让整个中国社会阶级形成了一个巧妙的动态稳定平衡。面具人，我发现啊，中国这些事情啊，你看中国人每次受气了，他拿别人不能怎样，他总是对更弱的人下手。如果说他找不到更弱的，那他就对自己下手，因为自己就是最弱的啊，所以呢，自我归西嘛，对吧？那这种现象呢，实在是可悲啊！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谁干我，我干谁，以牙还牙啊！他们只会去踩踏比他低的人。哎，悲剧啊！尤其是这种自我归西的，其实这种自我归西的和受了气不敢去找别人，就找那些更弱的人下手啊，迫害别人的那出气的那些人是一回事儿。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留言告诉面具人，咱们大家一起来展示一下互相的想法啊，集思广益嘛，对吧？民主讨论。